在戰場上，伴隨着噴起飛機般的尖銳轟鳴，一輛重型主戰坦克以接近70公里的時速衝出沙暴。它就是美國陸軍的地獄死神 M1 埃布拉姆斯主戰坦克。自1980年正式服役至今的45年里， M1 系列坦克從最初54噸的基準型強化到重達73噸的系統增強3型。它曾在1991年海灣戰爭中以1800多輛的龐大陣容，在零戰鬥損失的記錄下橫掃蘇聯制 T-72坦克，可在俄烏戰場上不得不加裝防無人機龍與爆炸反應裝甲，迎着自殺無人機蜂群的襲擊向後方撤退。這輛冷戰末期的終極地面武器，在無人機陰影與超重困局中給出的答案叫 M1E3。 M1 坦克的誕生源於美軍對蘇聯裝甲洪流的焦慮，以及對早期技術失誤的深刻反思。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將 M48和 M60 8噸系列坦克作為主力，但8噸系列說到底只是過渡產品。隨着蘇聯 T-62主戰坦克在1961年服役，其搭載的2120型115毫米滑膛炮發射尾翼穩定托克穿甲彈，炮口初速達每秒約1615米，對歐美當時普遍採用60至100毫米均質鋼裝甲的坦克造成了致命威脅。美軍曾嘗試研發 T95 中型坦克，測試了120毫米線膛炮與燃氣輪機，但因成本過高而夭折。為了尋求徹底的大殺超越，美國與西德在1963年聯合啟動了著名的 MBT-70 主戰坦克計劃。它結合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採用了可大幅提升越野性能的液壓懸掛和間隙裝甲。為解決炮塔旋轉時駕駛位會跟着轉的問題，工程師乾脆把駕駛員也塞進了炮塔裡，依靠特殊的反向抵消機構，使其始終面向前方。在火力上，美方設計者寄希望於導彈時代為其裝備了一門既能發射常規炮彈，又能在3000米外發射反坦克導彈的125毫米的兩用炮管，並輔以一門20毫米遙控防空副炮。然而，導彈複雜的制導過程需要炮手在10幾秒的導彈飛行時間內，使用紅外制導持續鎖定目標，且高昂的技術風險讓研制費用從最初的8000萬美元暴漲到3億美元，翻了近5倍。面對失控的預算與美德雙方的技術分歧，西德於1969年推出項目，美方的低成本替代案 XM803 也在1971年被美国國會直接否決。MBT-70 計劃最終宣告破產。不過 MBT-70 留下的技術遺產為美軍開啟新一代坦克的研發奠定了基礎。1972年3月，美國陸軍重新制定技術指標，並於1973年正式啟動計劃，以3312輛大單吸引了克萊斯勒汽車防衛部門與通用汽車展開巔峰對決。兩家車廠於1976年2月將原型車送往馬里蘭州阿伯丁試驗場。通用汽車採用了較為穩妥的方案，配備6個大直徑路輪和可變壓縮比柴油機，而克萊斯勒則做出了一個極其前衛的決定，使用7個小直徑路輪配以原本用於直升機的霍尼韦爾燃气輪機作為發動機，炮塔正面呈箭頭形。1976年8月，西德甚至将一輛豹2原型車運抵阿伯丁進行3方對比評測。美軍測試後認為 XM1 在防護力上優於豹2。在克萊斯勒與通用汽車的最終抉擇中，美軍最初因燃气輪機每小時消耗上百加侖燃料而傾向於通用汽車，但美國國防部考慮到未來必須換裝120毫米滑膛炮的升級空間，克萊斯勒的設計在改裝時重量與時程更容易控制，且燃气輪機擁有1500匹馬力，從靜止加速至時速32公里僅需7秒的驚人加速性能。最終，克萊斯勒於11月成功得標。1978年 XM1 世紀定型，並以2戰功勳將軍克雷頓·埃布拉姆斯的名字命名為 M1。1979年5月，國防部批准首批110輛小批量生產，俄亥俄州利馬坦克工厂與密歇根州底特律兵工厂全面啟動生產。美國陸軍最初提出了多達7058輛的龐大需求，最終累計生產各型 M1超過8100輛。1980年，首批 M1 正式服役，它採用了低矮的楔形多邊形炮塔，成員採用4人編制，駕駛員採用斜躺半臥式座椅，位於車體前部中央，戰鬥室與後部彈藥艙之間設置了厚達數十毫米的防爆門，配合頂部的防爆吸壓板與滅火系統，大大提升了彈藥殉爆時成員的存活率。裝甲採用了由美國彈道研究實驗室指導研發的陶瓷夾層複合裝甲，對動能穿甲彈的等效防護達350毫米均質鋼板，對高爆破甲彈達700米均質鋼板，可在正常交戰距離低於 T-62的攻擊。雖然早期 M1 依然沿用源自英國備彈55發的105毫米斜膛炮，但先後配發了平油穿甲彈，
其中高階型號可在2000米距離擊穿傾斜60度的420毫米均質鋼板，燃氣輪機震動極小，起伏極快，可兼容柴油、汽油及航空煤油，配合1900升的超大油箱，最高時速達72公里，行程達500公里。低於死神的傳奇由此拉開序幕。到了1984年，美軍推出了性能改進型，將炮塔正面裝甲加厚80毫米，水平等效厚度提升至650毫米均質鋼板，生產了894輛。1985年，裝配西德授权生產并由美軍改良的120毫米滑膛炮的 M1A1 正式投產。雖然備彈減至41發，但其防護力提升至400毫米均質鋼板以上。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 ，M1 坦克迎來了職業生涯中最輝煌的舞台。美軍通過海運在波斯灣部署了多達1848輛 M1 和 M1A1 坦克，這些坦克主要來自駐德美軍第1和第3裝甲師，直面擁有5000多輛坦克的敵方裝甲部隊。戰前中央情報局查明，敵方主力 T-72仍在使用蘇聯早已淘汰的出口型鋼芯穿甲彈，但美軍依然做了最嚴密的準備。美軍不僅配發了採用平油彈芯，在2000米能擊穿540毫米均質鋼板裝甲組成銀彈的 M829A1 尾翼穩定脱殼穿甲彈，還在海灣戰爭前夕突擊為部分戰車換裝了夾帶平油夾層的複合裝甲，打造出戰鬥權重達58噸的 M1A1 重裝甲型，並換裝了履帶箱油塊面積更大的 T158型履帶。這場戰爭演變成了交戰雙方在技術世代上的單向碾壓，敵軍很多坦克仍在使用舊式光學測距和主動紅外夜視儀，甚至將車體半埋在沙堆與沙包中，充當固定碉堡。開火前需要開啟紅外燈暴露位置，而美軍的 M1A1 則配備了先進的激光測距儀、環境傳感器、彈道計算機以及集成的熱成像夜視儀，具備出色的行進間首發命中能力。在全黑的沙漠夜間或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中，敌方坦克一旦發動引擎驅動炮塔，熱沸起的紅光在美軍熱像儀中極其醒目。在著名的諾福克戰役中，美軍第3裝甲師的 M1A1 在完全超出敵軍目視與測距範圍的2000米外發動遠程獵殺，其發射的皮油穿甲彈甚至直接穿透掩護用的沙堆和沙包，再貫穿 T-72 的前裝甲。在整整100小時的沙漠風暴行動中，美軍僅有23輛 M1 系列坦克受損或毀壞，其中有7輛是在夜間混亂中的友軍誤擊，2輛陷進泥沙無法脫救，由美軍自行破壞銷毀。沒有一名 M1 車組成員因敵方火力直接擊中而陣亡，僅有極少數人員受重傷。然而輝煌戰績的背後是極其高昂的後勤代價，燃氣輪機在怠速時仍需維持壓氣機高速旋轉，以防燃燒時熄火，且冷機啟動升溫不均，容易磨損渦輪葉片。因此美軍要求坦克在戰場上保持開機熱機狀態，結果是其耗油量驚人，每推進8小時就要消耗1100升燃料，意味着整車1900升油箱僅夠持續行車8小時。美軍第7集團軍與第18空降集團軍在一晚間推進達200公里，美軍不得不冬調大批油罐車補給車隊，在後方緊緊跟隨，甚至一度因運油車跟不上而不得不緊急動用運輸機空運送油，全靠美國龐大完善的後勤體系才撐起了這場沙漠狂飆。進入21世紀，2003年的攻勢展現了 M1 坦克的強悍性能。自1992年起投產，配備了車長獨立熱像儀、車際互聯信息系統與第2代皮用裝甲的數字化 M1A2 依然勢不可擋。在巴格達南面，美軍 M1A1 與敵方7輛 T-72在50米的極近距離展開鐵鏈決鬥，美軍在無一損傷的情況下將敵方全部殲滅。然而，美軍隨後便陷入了長期的治安戰與城鎮巷戰，不可戰勝的神話開始被側後方伏擊撕碎。截至2005年3月，已有整整80輛 M1 系列坦克在巷戰中因破壞而暫時失去戰鬥力。2003年10月29日，一輛 M1A2 在路邊踩中了由500千克炸藥加榴彈制成的爆炸裝置，巨大的爆炸力直接掀飛了整個炮塔，造成開戰以來首次2名車組成員陣亡，1人受傷。面對從建築物高處射來的反坦克火箭筒和埋設在地下的爆炸裝置，傳統面向正面對決的重裝甲顯得力不從心。在一起著名的自毀事件中，一輛 M1 被單兵反坦克火箭筒擊穿車體中後部，引發油箱起火，成員騎車前扔手榴彈銷毀未果。為防敏感設備落入敵手，美軍派出另一輛 M1A1 向其發射1枚120毫米皮油穿甲彈，穿甲彈擊穿了炮塔側裝甲，卻僅留下一個小洞。美軍隨後又叫來 A10攻擊機，發射2枚小牛導彈，第一枚打偏炸出大坑，第2枚從正面擊穿炮塔，並在車底炸出一個大坑。致使懸掛系統垮塌，負重輪外翻，才最終將該車徹底銷毀。這次事件直接促成了城市生存報的誕生。
美軍為前線 M1加裝了2側瓦片型反应裝甲，車尾保護發動機的防柵欄，車底防地雷裝甲，主炮炮盾上的重機槍，車長遙控武器站，裝填手气枪防盾，以及車尾供步坦协通用步兵電話。通過这些改造 ，M1在城鎮近距離交戰中的防護盲區得到了大幅彌補，為後續城市環境下的重裝甲生存提供了寶貴經驗。當歷史車輪駛入俄烏衝突 ，M1埃伯拉姆斯迎來了40多年來最嚴峻的生存挑戰。美國與澳大利亞先後向烏克蘭援助了31輛與49輛翻新後的 M1A1 泰式感知型坦克，總計80輛，裝備烏軍第47機械化旅，首批於2023年9月25日運抵。然而，現代戰場環境與海灣戰爭時期截然不同，遍布天空的自殺無人機、巡飛彈以及頂攻反坦克導彈，讓傳統重型坦克的頂部與後部暴露無遺。烏軍不得不為送抵前線的 M1A1 加裝防無人機籠與爆炸反應裝甲，將其包裝成防禦嚴密的鋼鐵鐵甲車。即便如此，美聯社於2024年4月報道稱，烏軍已有5輛坦克被擊毀，被迫暫時後撤。根據公開損毀數據評估，截至2025年7月，80輛援助的 M1A1 中，已有至少22輛至27輛被摧毀、損壞、遺棄或繳獲。與此同時 ，M1 系列自身也陷入了增重的死循環。從 M1 早期的54噸到 M1 重裝甲型的58噸，再到最新的系統增強3型。由于加装了下一代进化裝甲、10千瓦輔助动力单元、28千瓦主發電機、遙控武器站、電子戰系統、第2代藍軍追蹤系統以及主動防禦系統，整車戰鬥重量已飆升至驚人的73噸以上。這隻龐然大物已然超過歐洲多數橋梁，限制在60噸以下的承重極限。泥濘路面的通過性就更不用說了，運輸機的戰略空運效率也備受考驗。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台灣於2019年獲准以22億美元採購了108輛 M1ART 坦克。這批 M1ART 是基於系統增強2型定制的出口版本，去除了皮歐夾層裝甲，配有低姿態遙控武器站。首批38輛已於2024年底交付，第2批42輛於2025年7月運抵，最後一批28輛在2026年交付完畢，用於組建其首支 M1ART 坦克營。然而，在現代飽和打擊與無人機戰場下，這批重型坦克的實際部署與生存力依然面臨巨大考驗。2023年9月，美國陸軍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正式叫停了原計劃在2025年前列裝的系統增強4型。雖然已在試驗場測試了1年多，但陸軍高層意識到埃伯拉姆斯已無法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繼續堆砌能力，於是放棄該升級計劃，轉而啟動名為 M1E3 的徹底重構案。作為未來 M1A3 的原型，M1E3 標誌着美軍放棄了40年來單純堆砌重裝甲的舊路線，其核心目標是將整車減肥超過20%，瘦身13噸至60噸左右，使其能通過歐洲大部分橋梁，也能被運輸機快速部署。M1E3 換裝了柴油與電力混合動力推進系統，由柴油機與自動變速箱組成，使燃油效率提升40%至50%，具備靜音觀察與純電低速行駛能力，並提供充足電能支撐大量電子設備。其核心的變化在於採用了無人遙控炮塔與3人成組設計，炮塔內不再坐人，車長、炮手、駕駛員全部移入車體前部的重裝甲成員艙內，炮塔內部完全用自動裝彈機操作，彈藥與成員徹底隔離。這種輸送帶式裝彈機帶17發炮塔彈倉和33發車體彈倉，射速達每分鐘8至12發。在火力與防護上 ，M1E3 將換裝55倍鏡120毫米新主炮或電熱化學炮，並將主動防禦系統直接整合進炮塔設計，具備攔截反坦克導彈與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的綜合防禦能力。同時 ，M1E3 採用開放式模塊化系統架構，軟硬件升級像換電腦組件一樣簡單，配合分布式外部攝像頭系統，取代傳統光學設備。2025年底，美國陸軍接收了首輛 M1E3 原型車，首批4輛原型車預計於2026年夏季交付。一個完整的坦克排將在2028年接受軍方測試，計劃在2030年代初形成初始作戰能力，與俄羅斯 T14阿瑪塔和德國 KF51黑豹等第4代作戰坦克展開競爭。一旦定型列裝，它將被正式命名為 M1A3。從40年前憑燃氣輪機驚豔世人，到海灣戰爭的平推式打擊，再到如今在無人機陰影下的浴火重生， M1埃伯拉姆斯用其漫長的服役生涯證明，沒有真正的無敵，只有順應時代變革的進化。本期關於 M1家族的故事到此為止。各位覺得未來的 M1A3 坦克會是最強的4代坦克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收藏、轉發。我們下期再見。